加拿大的新移民怎么找工作呢？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因为主要看你本身的条件，还有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所在的城市经济和人才的需求状况而定。现在我就以自己在加拿大找工作的经验，分成10大重点给大家参考。第一，一定要善用加拿大移民官提供的各项协助新移民安家资料，并寻求新移民顾问的协助。我在2008年飞到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入关后，被引导到一个移民官的窗口，在确认移民纸、移民签证和各项个人资料正确后，移民官就递给我一个袋子。仔细查看后，发现全是帮助新移民安家、找工作等资料。我也是经由上面的资讯，在温哥华和卡加利这2大城市，一个一个的找到当地的移民咨询顾问，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回我以前的专业工作。第二，提升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我来到卡加利市后，很快就到新移民服务中心报名英文测验，也就是 Benchmark Test。 为什么要做这项测验呢？因为如果英文测验结果个人的听说读写能力达到6分以上，就可以不必去上新移民的英文课程，直接就可以找工作了。我听当地的老移民说，在2005年到2007年，卡加利市石油业十分景气的时候，甚至英文 benchmark 成绩只有4分，也可以找到在办公室里管理文件的工作。不过我刚移民的时候，卡加利的石油业景气已经慢慢的衰退，找工作的基本英文能力要求仍然必须在6分以上才行。我认为特别是口语表达能力对找工作的人来说格外的重要，因为大部分的工作都必须实时和别人会话沟通的。第三，刚移民报到时，最好先找个普通的入门工作，累积加拿大的当地工作经验。因为不管你以前在自己的国家有多么高的学历，或是有多么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成就，加拿大的老板还是比较重视你的加拿大工作经验。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说过，我在到达卡加利没多久，就在家附近的大商场，也就是 mall 里面当销售员 Sales Associate， 卖起厨房的锅碗瓢盆，一步一步的累积加拿大工作经验。许多老移民也建议我，如果一有工作就先去做，不要排斥蓝领工作。最重要的是不能歧视职业，因为在加拿大有着专业技术的工人或者是专业劳动者的薪资往往比一般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还来得高。比如说电工、厨师、汽车修理、美容美发等从业人员。第四，必须客观地分析自我工作条件，例如学经历背景、工作兴趣、工作市场的人才需求，以及研究相关的工作行情。当然，入门工作只是加拿大职场工作的入门门槛，之后如何找回自己的兴趣专业，才是新移民在加拿大工作的长远规划。第五，参加政府的辅导课程，像是如何找工作、怎么写加拿大的工作履历表、求职信 cover letter 以及工作面试的方法和技巧。同时，你也可以预约1对1的咨询服务，让当地的新移民顾问修改你的履历表，或是测验一下你的职业的性向，设立个人的短中长期就业计划，同时考虑是否再去上学、转行等。以我为例，虽然个人的专长强项是中文，但是在加拿大这个以英文和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大部分的中文相关工作都不如主流的英文工作发展好，甚至于当时在卡加利电视台的国语新闻记者工作的月薪都不如我以前在台湾的记者薪水。最后，我在长远的移民生活和经济需求的考量下决定转行。
第7，建立人脉，做义工，积极推销自己。如果以前的工作有卓越的成就，就必须在求职的简历中强调。我来到加拿大的卡加利市后才发现，相较于台湾的职场，这里的公司老板更重视你以前的工作表现以及认识的同行人们的推荐。因此，如果你搞砸了以前工作的人际关系，或是在职场上发生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就很难再找相关的下一份工作。因为在相同的业界非常重视 reference， 也就是你以前工作过的同事或主管们对你过往工作表现的意见参考。第8，挖掘潜藏的工作机会，把握求才资讯，并且追踪已经寄出去的履历表、工作动向。因为任何好的工作机会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必须自己努力去争取。所以我刚来卡加利的时候，虽然没带什么钱来，还是自己掏腰包印了好几盒自我推荐的名片，在参加各种求职博览会、公司招募人才说明会时，都主动的发放给有兴趣入职的公司行号人员。如果听到身边的人们提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机会，我也会给他们我的名片，拜托他们转推荐工作。第9，自我的心理建设，同时平衡个人的心理、经济状况和家庭压力。我在刚来加拿大的时候，遇到一些新移民朋友，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才来加拿大的，所以他们无法像我一样暂时停下工作，专心的去念书，因为他们都是全家移民来加拿大。大人们必须要养家养小孩，除非能拿到政府的 funding， 也就是生活和学费的补助金，否则实在很难离开职场再回去学校念书。因此很多新移民就一直做着入门的劳动工作，无法回到以前的专业，这就是移民工作的现实面。第10，经常留意找工作的网站资讯，并且到猎人头公司 Job Hunter 注册个人的资料和专长来找工作，例如加拿大的工作银行网站，或者是政府以及你所居住的市政府招聘人员网站等等，你都可以从里面找到工作。另外，你也可以从一些猎人头公司推荐的短期工作做起，慢慢的从约聘人员做到兼职，最后到全职人员的位置。除此之外，你也可以选择自由业，自己创业，创立自己的公司。你只要在居住地考取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了。在加拿大成立公司的手续简单，政策透明，有些汽车驾照登记中心就可以办理成立公司的登记。我身边就有一些个人创业的行业，其中包括了按摩、美甲、美发、个人护肤、美容、针灸、房屋装修等。另外还有独立的专业行业，像是房地产经纪人、理财和保险从业人员。讲了这么多在加拿大移民找工作的重点，我觉得2个成功的关键还是个人的心理建设，也就是情商 EQ 以及不断的努力。移民来加拿大的朋友们一定要放低姿态，看待工作要不分贵贱，同时多认识朋友，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像我以前的一个工作，就是经由身边的同学推荐才能应征上的。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是新移民，少了像在自己的原生地那样有更多的人脉和家庭资源的支持，但是大部分的新移民选择离乡背井的来到陌生的国度，不就是想要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生活吗？因此，只要你相信自己，告诉自己一定可以的，一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努力了，应该都不会活得太差才对。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也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和大家分享。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